注意看，这个黑乎乎的妖怪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漂亮美女，迈着猫步走进城池，准备找一个幸运儿嫁出去。要是换做你，你会接受她吗？女妖巧目盼息，在城里四处打量，最后把目标放在了秀才王生身上。眼前的男人在十里八乡也是很有名气，是个出了名的妻管严，家里有个比他大3圈的老婆，像那个小妾简直难如登天。平日里只能偷偷摸摸调戏丫鬟，一旦被发现，那就是跪搓衣把的待遇。做男人做到这个地步也是没谁了。这天他出门逛街，总瞅瞅不满意，又看看不太行，往中间一瞄，女妖赫然映入眼帘，娇滴滴的脸蛋儿让人神魂颠倒。王生正准备上前搭讪，一个老乞丐却抱住他的大腿，哭天喊地的死活不让走，除非请他吃顿饭。无奈王生只能暂且作罢。热气腾腾的大馒头刚出炉，老乞丐便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抓，王生在一旁只是笑笑。不一会儿，几大笼馒头便进了肚子。这时店家的女儿走出来，小家碧玉瞬间进入王生视线，两人一番拉拉扯扯，掌柜的看不下去了，快步走过来将女儿推走。可王生依旧不死心，厚着脸皮又追到后院。女孩欲拒还迎，看似是从院子躲到屋内，可面对王生的骚扰，却依旧拉拉扯扯。毕竟男人可是个书生，俊俏小郎君总是招蜂引蝶的。欲拒还迎之时，掌柜的又过来了。得了，今天算是没戏了。王生垂头丧气地往家走，女妖却神秘地出现。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？一番撒娇卖萌装可怜，成功将男人拿下。王生带着对方就来到一处偏僻的宅院，既然无家可归，那就先在他这里住下吧。可这番金屋藏娇之举却被他家里的小丫鬟看见了。晚上，王生悄悄过来喝了交杯酒，正准备和女妖云雨一番，殊不知在他转身的时候，女妖的利爪已经伸了出来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将他开膛破肚。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丫鬟领着正派胖夫人及时赶到，一声大喝将屋里的两人镇住。王生被揪出来家法处置，但也正是因此才侥幸保住小命。福兮祸所依，祸兮福所伏，这世间的道理还真是有趣。而胖夫人环视一圈，丝毫不见狐狸精身影，原来对方施展法术隐身了。王生再次逃过一劫，享受了一波丫鬟捏脚的待遇。天可见，他虽然住在大宅子里，漂亮丫鬟也好几个，但在胖夫人的压迫下，生活可谓是苦不参言，也难怪他会金屋藏娇。第二天白天，王生又去后院跟女妖亲密了一番。因为是白天，所以对方并没有急着下毒手。而男人临走之时将屋门锁住，这下子谁也别想发现他的小秘密。得意洋洋的王生走在回去的路上，却又意外遇见之前的老乞丐，相遇便是缘分。王生这人虽然有点好色，但的确是很善良。之前便请老乞丐吃了好几笼馒头包子，现在遇见了，更是让丫鬟弄来几样小酒小菜。两人就这么坐在院子里喝了起来。正所谓做好事有好报，积善行德之人，冥冥之中的细缘便会垂青。王生接二连三的做好事，老乞丐便出言点拨他，那妖女不是好人，小心阴沟里翻船。听了这话，王生瞬间生气，但人总是多疑的，何况一个乞丐又何必坑他？俗话说听人劝，吃饱饭，王生便多了个心眼。这一天他心痒难耐，准备去金屋藏娇的地方潇洒一番，可不巧钥匙丢了，无奈只能踩着路人的肩膀翻墙过去。走到房前，机智的王生在窗户纸上戳了个洞，可这个举动差点把他吓死。那屋里哪还有什么美娇娘，分明是一个黑色女妖怪在那里给皮肤描眉画彩。王生吓得半死，连滚带爬的跑出去，却不想惊动了女妖。对方一个闪现出现在男人的跟前，到了这个地步，更是要强装镇定。王生颤颤巍巍再次进屋，往日里千娇百媚的女孩现在却分外可怖，这下子是色心全无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任凭对方怎么搔首弄姿，王生就是不上钩。就当对方嘴对嘴喂酒的时候，男人把酒水往对方脸上一喷，好家伙，姣好的五官顿时乱作一团，就是有再大的胆子也要吓破了。这女人不备，王生连滚带爬往外冲，可大门锁着呢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左顾右盼，王生藏在大树后面，女妖的眼神也不咋地，硬是没看见他，用法术分开大门，摇晃着身姿出去找人去了。王生这才有机会跑路，一直跑到之前的老乞丐那里，也还是惊魂未定。原来这老乞丐是个游方道士，因为王生的善良，特意前来帮助他降妖除魔，这就是老道士的专业了。他吩咐王生回家之后填满黄符，今夜必然要有一场大战。人命关天，王府上下迅速行动起来，王生身上更是贴了一道又一道黄符。老道士开坛做法，养精蓄锐，静静等待妖怪的到来。太阳落山，一天之中阴气最为浓重的时刻，女妖如约而至，被他盯上的猎物就没有放过的可能。老道冷冷一笑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看看今晚谁比较厉害。
妖女果真是妖女，竟然使出色诱大法。王生即便被黄符遮住眼，在妖女的声音下也是躁动连连。老道士用出9牛2虎之力，都差点没摁住。这男人呐，欲望冲昏头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幸好老道士本领高强，境界不是一般的高，趁其不备，一招制敌。女妖中了老道的独门法术，功力直接下降一半，以后要想再来，那可就简单了。王生也是松了口气，第2天继续自己的浪荡生活。还是那间小酒馆，美艳动人的掌柜女儿深得王生青睐，两人拉拉扯扯，掌柜的都快气死了，接二连三使坏也无法阻挡他们。而王生的色胆包天也成了女妖继续下手的突破口。别忘了他的成名绝技，那可是画皮呀，变成谁的样子还不是一阵描眉画彩的事情。女妖把画皮往脸上一贴，下一刻掌柜女儿便出来了。恰巧贼心不死的王生在后院露头，女妖一个投怀送抱就把男人迷得神魂颠倒。这一次还不是乖乖束手就擒。眼看女妖双手现出原形，准备享用来之不易的美食，掌柜的出来了，看见王生勾搭他女儿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恨不得使出18般武艺揍死这个混蛋。女妖也被他关进了柴房里。在王生两人争执的时候，察觉到妖气的老道士也来到了这里，身后跟着王生夫人和丫鬟，一帮人稀里糊涂就打在了一起。直到真正的女儿从外面回来，这群人才有时间理清思路，掌柜也才想起让女儿去买猪肉了。那刚才那个又是怎么回事？老道士打开柴房，里面半个人影都没有，还能怎么说？肯定是妖怪呗。为了防止女妖继续害人，王生干脆回到贴满符纸的家里，连床也不下了。晚上雷声大作，女妖不死心，继续趴在屋顶，但有着符咒的阻拦，她无论如何也是进不去。那么如此就能高枕无忧了吗？答案是不可能。至于女妖为啥这么执着，因为在这群妖怪眼里，人和人的差距也大得很。王生这种大善人，肉质最为鲜美，吃下去能顶100年修炼，所以才会锲而不舍。正面对抗是没戏了，但妖怪最擅长的就是操纵人心。老道士本领通天又怎样？在人间行走，那就要听朝廷的命令。女妖找到当地县令，用2锭金子收买了对方。王生待在乌龟壳又怎样？官府一出马，瞬间就给您拆得一干二净，这下子算是完蛋了。女妖大大咧咧坐在王生家里，看你能怎么办。一番搜刮，王生的府邸被贴了封条。走在大街上遇见掌柜的女儿，对方送上一串馒头，这味道是真不错。王生要是能娶了对方，也算是天作之合。借着官府的势力，女妖又找上了老道士。哪怕对方神通盖世，衙役的棍棒丝毫伤不了他，可老道士就是不敢反抗。眼看女人又要作妖，庙里的关公突然睁开眼，杀气腾腾，吓得女妖哭爹喊娘。但毕竟只是神像，不能亲自出手降妖。就这样，王生跟道士被关进大牢。男人很是纳闷，老道士你本领高强，为啥不反抗？对方缓缓叹了口气，目无王法，这是万万不能做的。老道士竟然这么守规矩。王生听了便开导他，王法里可没有滥用私刑这一说，只是那个贪官在滥用私刑。王生的话犹如醍醐灌顶，老道士瞬间开悟。正所谓钱塘江上信潮来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放开了限制的道士堪称无敌。先是用法术弄来一桌子好酒好菜，吃饱喝足再大干一场。妖女的画皮之术可不是他独有，老道士也会。他用此法将王生变成县令的模样，接着又把县令变成王生。两人的身份交换，接下来要干什么就不言而喻了。真王生伪装成县令的模样开堂审案，把最近一段时间的案子全部秉公处理。而真县令现在是王生的模样，在房间里晕倒，被女妖发现唤醒。现在没有人打扰，女妖当然要大快朵颐一番。县令还以为走了桃花运，美滋滋脱下衣服，紧接着只听一声惨叫。等老道士等人赶到，女妖正捂着肚子打滚。原来像县令这种无恶不作之人的身体，对于妖怪就是致命的毒素。现在女妖是功力尽失，老道士简简单单一挥手，对方就烟消云散，再也无法出来害人。王生自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只不过这坏人坏起来，连妖怪都避着走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讽刺。好了，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